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中的笔记。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跨越周记的福音线系列的第3篇，许多子粒。今天我们来到美国中西部这片土地上，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在寻找人生意义的路上遇见了主。虽然我们从未见过苏珊伯德，我们生活的年代也与他相隔了1个多世纪，但是那个活在他里面的超越的生命，今天仍然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庆幸能从他留下的文字中认出活在这条单纯的生命线上的人，并成为他们的继续。在欧柏林学院的校园中，有一座拱门，是苏珊伯德在中国服侍过的年轻人为着纪念他所修建的。拱门上刻着一行字：殉道者的血是召会的种子。两旁还刻有圣经的经文：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借着那爱我们的，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那些每天经过那个纪念拱门的年轻人，有多少明白那些文字的含义呢？然而，不管有没有人知道，是否被人纪念，他们流血所埋下的种子，像一粒麦子死了，却产生许多的子粒，如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全地，不断生长。从130多年前的中国到今天的我们，都被这个执事所喂养。我们是从这粒种子长出的许多子粒，直到今天还见证着他们的奉献和服侍。苏珊伯德这个普通的大学生，因着认识基督而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个在世人眼里完全不合常理的人生。在他35岁的生日，以极其隐秘的方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活出了与时代潮流完全相反的见证。苏珊伯德姊妹和她的同伴们就是欧柏林小队，没有什么大型的事工、聚集和出版，与苏珊伯德一起聚会的也不过40-50个人。他们不为人所知，也不被人称道，留下的只言片语也只能在他们给家人的书信里找到。他们的生命好像就这样消失了。然而，那种隐秘的在主面前的生活，那个顺从至死的生命，那个慷慨的人性，却被主纪念，直到今天还在结出果子。透过他们的文字，穿越时间和空间，让我们见证这样的榜样，并且赞叹这个能结出许多子粒的生命的能力。面对一个越发混乱的世界局势，充满欲望与贪婪，战争与谎言，我们手里却握着从殉道者的血所产生的语言，有生命的实际继续着这个小城故事，就像一束光照进这个诡诈黑暗的时代。让我们隐秘地活在神面前，慷慨地倾倒出真正的人性，就像苏珊伯德和他的同伴们一样，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你的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我们的网址是thechurchintoledo.org。
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